住在香港50多年，从小到大都想离开香港。香港很像一个鸟笼，在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去生活。这个是香港一个理发店，它有个特色，就是有一个猪的脸挂在外面的。只是我很久就想拍一张照片，是关于这个空间的一个感觉，因为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小，就是没有人去就关门就没有人再开嘛。我觉得它是透过外面的环境。他站在里面，就是我觉得有这种一般香港人的一种情怀在里面。我觉得香港这个，我们就是不敢表達自己。香港只係會歡迎一啲新嘅東西咯，舊嘅東西佢哋係完全係拆遷啊。從英國殖民地年代到中國嘅時候，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再次被殖民啦。所以我去邊境第一個部分嘅創作就係我將過去我哋嘅香港嘅歷史、香港發生嘅大件嘅事情，我喺邊境嗰度用幻燈片去投影喺嗰個地方咯。我就覺得無悔離開香港。香港是我的家乡，因为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光在那里度过，就是在那里我成为了一个诗人。我1997年离开大陆去香港，最大的感觉当然就是投奔自由了的感觉。一方面是言论文化上的自由，另一方面呢，整个社会它呈现出的那种公民社会在成型。我本身就比较视海为家的那种人，其实我当初在香港待了5年，在北京待了4年，我又去了意大利，去了欧洲，然后回来香港，对于我来说，在同一个地方生活10年，可能就一个极限了，所以我来到台湾。就19年的事情发生之后，就给予我很大的压力和内疚，觉得自己像是预先当了逃兵一样。但当然，18年的时候谁都想不到。但我既然18年已经走了，我就没办法再挽回这个事实了。所以我就经常想，哎，那我们在海外能做些什么？我觉得我就是上天安排，如果我第一个点落脚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要好好去用。我只是很怀念我从前2台车，还有一点点食物，但是我生活的空间好像我在一个艺术圈里面的一个工作室，还是我的家，我没有很特别的怀念。对，这个是我也想不通。我曾经拍了一个摄影的题材，就是家，对啊，300家，300个家，这是一个艺术的计划，有邀请很多不同的摄影师去拍香港不同的家。
我觉得家是什么？我好像觉得自己是属于台湾的。一般生活身边也很有人情味，所以这些东西小小的都是让我蛮有家的感觉。好像土地公公庙我也有去拜拜，很多寺庙我也有去拜拜，所以感觉好像一个家的感觉。我来台湾的时候是投资移民，原本我做一个计划就是广东人生，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也蛮失败。对啊，后来我就会做一些露营车改装产品的生意，还是做得不太好，不太理想。我最喜欢做什么？在台湾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喜欢开车。这里的油的价钱是香港的1/3，停车的费用也便宜，空间也很大。我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，开5个小时。香港没有办法可以开5个小时，只能开1个小时最多。但是都是塞车啊，路也没有很宽啊。我觉得台湾好玩就是这样。这是我的生活的地方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地方，这样我就坐在下面看海。这个可以打开的，为什么打开有什么用？这是我厨房的一个设备，一般我都会用小小的瓦斯炉。对啊，我在这里就可以煮东西。我们香港人的空间很小，所以每一个家庭都尽量用自己的家里的空间。所以我觉得我露营车可能有一些东西，就是因为我过去在香港生活，我们的环境很窄，所以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概念，怎么在一个小的空间设计去生活。你好，哇，飲緊啦，啊，飲緊啦已經。對啊，快點買啤酒喝。走不離身了。對啊，哇，正啊正，太好了。啊，这是带给我的橙嘛？对，这是他带给我的橙。对啊，一会儿给小朋友。對啊，我要請他們吃，他們喜歡吃。對，因為這個叫什麼橙？星期四橙子。18年我跟他是同時來的。对啊，我们是一起过来的，然后当时我已经租到房子了，他就住在我的房子。对啊，因为他那边还在弄，他的房子还在弄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是同一天拿到台湾身份证。对啊，很好玩。我们互相拍照留念。对啊，留念。那你现在想盖房子，想在哪里？哪个区域？我在苗栗。苗栗啊？对啊，是一个计划很好玩的，我自己盖房子。他那个时候办一些杂志。啊，杂志，他也经常采访我的有作品。然后我们合作的很多事情啊，还有他出一本摄影集叫《皇天厚土》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当时香港呢，我们这些文青保卫那个皇后码头，就是一个保育行动哈。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拍那个记录的过程下来。其实我们的合作都跟这个香港的社会运动有些关系。过去的空间都是政府来拆迁我的家，我去保护我的家嘛，哪有人去保护一个公共空间？对，这个很特别。一群年轻人去做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很无私。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。皇后码头是影响往后很多社会运动第一个点，
一个很关键的点。天星码头皇后这件事情，皇后影响很多，其实反送中都是其中。这些人呢，都是现在后来都是重要的参与者。对啊，我还没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影响那么大。然后这个过去没多久，我们就又另一个活动，我们一起参与，就是那个保卫菜园村。菜园村就是香港要建高铁嘛，高铁就要跟大陆那个高铁网联系起来嘛。然后，但是为了建这条高铁，要拆掉一条很有历史的村落，而且有村落的人都是很勤劳的农民。他没有别的收入，没有别的，我们就一起去参与保护。然后呢，当时他给他们每个人拍了全家福，那里的村民。然后最后呢，刚完成那个全家福呢，村就被推倒了。对啊。我们就想，我们怎样做这个展览啊？当天我跟着他，我们2个人，对啊，去把那些照片贴在废墟上，就是那砖头上，哇，整个屋的废墟贴满了照片。后来雨伞的时候，雨伞我们不在一个位置，可能烟雾弹的时候，第一枪烟雾弹你在哪里？第一枪我就正好就在那里。我为了拍照，我站得很高，他还帮我扶着我的脚。但以后到了后来，觉得这根本都不算什么了，烟雾催泪弹不算什么。但后来发现，每一个普通的香港人经历的都比我们可能还要危险，还要什么的时候，对啊。就这种乱世的感觉，每个人都不能真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了。你爱他吗？如果他是你镜中的陌生人，当青春妻子于飞溅。他值得珍惜的美，你知道；他面临的忧惧，你也不能幸免。当盾牌碰撞声声渐进，他的名字叫香港，它只是凑巧，不是你的家乡。我以前在香港是住在东涌，东涌就是在那个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附近。而我们林口呢，林口也是在那个机场跟台北之间。当时我就觉得蛮像的，在这里很安静，你就可以潜心去写作。还有林口的云哦，它云起来的时候哦，很像我在云南见过的云，而且林口到了冬天，冷啊，雾啊。高地嘛，所以只要林口一起雾，我马上就会拿起相机下楼拍照。那这里可以去看一看。那我也很喜欢拍废墟啊，所以我都会来拍，会来看。有蜥蜴，不要害怕，不是老鼠。酒瓶啊，哇，这里有死鸟，我要拍一下。当时是2019年哈，我已经来这边2年了。那天我骑着脚踏车就在这里这样骑着过来，突然就看到了"义士干"这3个字。但这个意思是指反共意识了，就是当年韩战的时候呢，那些不愿意回中国大陆的那些被俘虏的士兵，他们就来了台湾嘛。而台湾当时呢，有一大部分人被安置到林口。然后就在这一带，就是搭建了一个村落给他们，其实有点像难民营一样。有一些呢就慢慢就是向社会流动下去，所以后来这个孙眼慢慢就没有了这样子，啊。然后我就去找啊，看有什么遗址，然后就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的痕迹。
这绝对是地基啊，一条一条很整直、很笔直的，纵横交错的。其实因为我也是等于是漂泊来台的啦，其实当然是那种飘零的感觉是很强的，就觉得他们是一种很彻底的异客，就是身在异乡为异客那种异客。林口有过这样的一群人，而且人数还不少哦，最早好像说有2万人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能不能想象他们的心境，我去带入他们，为他们写一点点东西，也算是留下一个记录。过了苦苓林，就是宫西站；过了宫西站，就是可怜人。可怜人在宫西戏院做一张苦苓做的凳，他认识的诗人坐气球升到了同温层，他不认识的诗人在渡海做一只藤篮。但意是说干，他们的遗址如今只剩下一只写着意是干的电线杆，杵向天空，像一根中指。星战气球突飘光了天空，最后是丢一地不尽的酒瓶。苦苓林的一夜，他们展开对自己最后的心战，随着气球消失在异乡零点。這年就變咗大。香港係一個好快啦、好密集啦、好擠迫啦，同埋好大壓力嘅城市。台灣嘅地方空間大好多啦，唔會有咁多高樓大廈啦。就算喺台北嘅生活節奏都比香港慢，同埋我冇諗過台灣係咁多山、咁多水，係咁多大石頭。咁多樹木係咁靚咯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年紀大，如果我到60歲，我有很多錢也沒有用，好像我改裝露營車也是嘛，對不對？也要體力，我出去玩也要體力，所以我覺得我人生應該要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， 離開我的舒適區，我覺得生命才開始。對，所以我就有這個勇氣，我覺得不能再等了。我覺得我去到每個地方重新開始生活，第一件事係要尊重嗰度人嘅生活嘅習慣咯。認識到嘅台灣人都好特別啊！今天買一下子對不對？賣鴨了哈，現在幾點？幾點啊？ 7點鐘，這還沒有來。我兒子好，我很喜歡吃他的冰淇淋。我也有。哦，這個今天有。這個有草莓的。對，有草莓。昨天才剛來草莓的。哦。這個是小阿嬷。小店，阿嬷小店。對呀。阿嬷還是阿媽？阿嬷。阿嬷。這個你那邊有了哈？沒有，香港沒有啊。現在很小。沒有這個嗎？這個也有，但是我們的雜貨店不一樣。哦，這個。現在都是便利店比較多，雜貨店很小，租金很貴。自己一個人，老婆叫他過來沒有辦法。沒有啊，他大概年底會過來。對。那邊沒有。雜貨店的人情味比較重一點點啊，跟香港不一樣。香港從前比較有人情味，但是現在就可能發展得很快啊，雜貨店越來越小。這很簡單。我覺得這個是香港最好的東西，在我冰箱裡面一定有。這個你鹼基的後窯，怎麼說 ？Oyster sauce， 很開心啊，在苗栗一個人生活，就很簡單啊，更不用花錢，因為沒有地方去。
对呀、没有白货公司啊，对呀、我吃的很简单，有一些食物我会怀念，在香港，叉烧、烧鸭烧哦，很好吃，台湾吃不到。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我由細到大唔知點解都會有一個好強嘅使命感，就係要將一個地方某個時空嘅文化去保留落嚟，俾後代去理解當時候嘅嗰個社會嘅現象啦。所以嗰陣時我就好努力去唔同嘅香港嘅空間去記錄嗰個變遷啦，記錄人嘅活動啦，人同埋城市嘅關係啦。嗰種情懷係好深嘅。我每個作品都會花好長嘅時間去拍攝嘅。最長嗰個作品有22年，係拍攝一個西九龍填海區嘅整個土地由冇到有。去睇到人嘅貪念，去睇到人點樣去對土地嘅發展。所有資本主義將來要發生嘅事情，第一件事都會喺香港發生先。我覺得一般而家城市人都好懷念舊嘅事情或者舊嘅物件。我覺得可能做藝術嗰啲人係更嚴重，因為新嘅事情變得太快，來不及我哋去回憶。來不及我哋去憑吊咯。所以有時候一啲舊嘅東西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記憶嘅一本日記咯。其實我覺得20多年嘅創作嘅作品，最後可能都係冇一個回報，或者反而我覺得係一種解脫咯。過去係你無法改變，未來你都無法想像，只有當下。唐詩宋詞相比較呢，它其實是最有理性的一個時期的古典詩歌，而且呢，我們都會發現唐詩難學，因為唐詩很依重於詩人的個性。詩人的個性是很多題材在香港也許已經不能自由的書寫的時候，我在這裡書寫，那就是我的責任。由於我的學生也有香港人，我特別跟學生們這樣寫，我說你們要把你們在香港記得的事情、發生過的事情寫下來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花果飄零在離散的人最大的義務。一個地方最大的寬容，是它能讓孤寂寂零者也有寄託之所，甚至使那些被迫離開它的人，也會讓自己孤獨的靈魂飛回來棲息。這一點，我來台灣近4年，深有所感。這座並不完美的島嶼，也許是最稱職的託孤之地。這座在世界政治上孤獨的島嶼，卻是孤獨者託付自己的孤獨的，或者被孤立者尋找寄託的地方，又可以理解為把孤雛扶持托舉出去的地方。當然也是傷痕累累的流亡者託付自己的未來的地方。曾經我以為就是香港也不過就是我的一個路過的地方而已，曾經我這麼想，但現在絕對不是了。就是那種痛，就是那種傷痛
就抹不去了已经，因为差不多3年没有回去了。当然，的确也是看到了很多变化，整个城市的美学都变了，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香港的那种风情的东西。就我觉得香港的民间社会没有彻底的被瓦解，就是人在就好。我觉得只要香港人在就好，别的东西都是还是可以挽回。我没有想海的另一端是我的家乡，完全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上帝不会创造这个那么残酷、不完美的世界。对啊，只是我们在做梦里面，他不想把我们吵醒，就是这样。现在香港人都在移民，都在走，但这个花果飘零，我又觉得迟早有一天还是大家会回去的。将来有一天，也许我老了，可能也会回去香港，这就家乡吧，对吧？你还是想终老在那里的地方。